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因金庸一句话，徐克30年不碰射雕，肖战版郭靖，金庸会满意吗？徐克为什么会要翻拍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？是为了弥补对金庸先生食言的遗憾，重新奉献一个原汁原味的郭靖？还是他又要爆改金庸最经典之作，让这部影片成为100%商业电影？这部定档于2025年大年初一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主演是内娱小生第一人肖战。如果参考20几年前《东方不败》系列电影所呈现的效果，正确解读徐克版的射雕，应该是这个顺序：肖战加徐克加金庸。先是顶流之顶流的大明星，然后是中国武侠电影鬼才导演，最后才是金庸的大作之名。实际上，宣传短片字幕出场顺序是金庸、徐克和肖战。就像当年的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，只有这个名字还有金庸著作的影子，而电影呈现出来的效果、人物情感和故事核心都与金庸笔下的江湖儿女大相径庭。金庸迷们说，徐克版的《笑傲江湖》和《新龙门客栈》只有电影特效下的男女女之间的三角恋，原著里最注重的侠却被淹没了。也许古龙既然能把武侠小说写成悬疑探案故事，那么武侠二字的拆解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时过境迁，徐克携手内娱顶流肖战，又挑战金庸最经典的武侠巨著，这是致敬，还是又一次徐克式的颠覆？40年间，郭靖出了好几代。黄日华，22岁，1982年版射雕；张智霖，23岁，1996年版射雕；李亚鹏，30岁，2003年版射雕；胡歌，26岁，2008年版射雕；肖战，33岁，2025年版射雕。很显然，肖战的年龄偏大。年龄大了，也不是说这就不符合郭靖选角要求。人家李亚鹏不也是30岁的靖哥哥吗？根据原著的时间脉络，郭靖出道时应该才16、17岁，后来又去拜师学艺。成吉思汗西征开始，郭靖年龄差不多是19岁，攻破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干城时当为20岁。所以说肖战饰演的郭靖还是有年龄差距。但是演郭靖不在乎年龄，而是怎么要好憨厚的外表，演出善良敦厚裹挟着的赤子之心。郭靖代表着的是中国大义，坚贞的武侠精神。大侠不仅是一个武艺高强，更有胆、义、谋和勇。肖战的演技应该能扛得住，要在一刚一柔中尽显大侠风范，考验的就是眼神和微表情。通过海报来看，小小的眼神、妆容已经有了郭大侠沧桑、侠义的范儿。如果是20几岁的年轻演员，未必能扛得起这面大旗。更何况还有梁家辉、舒淇等老戏骨加盟助阵。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之一，肖战的加盟无疑为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注入了强大的关注度和票房号召力。然而，郭靖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和层次感，也对演员的演技提出了严苛要求。郭靖在原著中是一位心怀赤子之心、胸怀家国大义的侠者，他不以机智取胜，而是以淳朴的善良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一代英雄。肖战此前在多部影视剧中展现了不俗的演技，而侠之大者将是他的一次重大突破。从曝光的片花来看，肖战在影片中既有武打场面的硬朗形象，也有面对爱情与国家使命时的深情演绎。他能否驾驭这一角色，既关系到观众对郭靖的认同，也影响影片最终的口碑。1991年，徐克和金庸先生是合作伙伴，一开始也很谈得来，大家更也都期待
徐克能赋予《笑傲江湖》系列新的生命和活力。金庸笔下的《笑傲江湖》应该是更邪冷、侠骨和诡谲的江湖。这个江湖不浩荡，但是更阴、更腥。但是徐克把里面的2个核心人物之间的关系给改了。林青霞的扮男装，东方不败成了雌雄同体。因为令狐冲的色，让不应该发产生的情愫，在原著中势不两立的2个大男人之间产生了。打斗场面、视觉效果果真非同凡响，而让观众只顾着看林青霞的雌雄同体，欣赏特效一流的武打场面，而忽略了很多剧情和人物。太生动的打斗、炫酷的特效、错综复杂的男女感情戏，就会喧宾夺主。这更像是外表大于内容。显然，这不是金庸想要的《笑傲江湖》。尽管电影票房冲到全年第8，达到6000多万，但金庸先生却发誓不再与徐克合作。说白了，武侠电影不是爱情文艺片，如果都拍成东邪西毒那样，梁朝伟、张学友、林青霞、张国荣和刘嘉玲搞不清的三角关系。商业电影还是以赚钱为首要的目的，有明显的矛盾冲突，鲜明的爱情主线，炫酷的武侠特效，再有大明星阵容，江湖恩怨，刀光剑影，观众还是想看更有震撼效果、耳目一新的武打场面，印有徐克出品标志的作品，这才是票房的保证。至于武侠精神，每个金庸迷、熟悉历史的都能看懂，并体会到那份侠义。徐克版《射雕》1分钟电影预告片中，一个画面是郭靖骑马纵横沙场，黄沙扬起万里，奔赴金兵；另一个是郭靖运练内功，用的是高科技画面，犹如小宇宙一般。看徐克导演的《射雕》，你最期待看到炫酷的武打场面，还是生动的人物刻画，还是我们最在意的是金庸笔下的侠客精神？武与侠到底应该如何演绎，才不会像金庸所说的那样，只看到了武，失去了最宝贵的侠义？一切分晓，尽在大年初一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这不仅是郭靖的精神内核，也是每个观众在春节这一团圆时刻对家国情怀的最好致敬。无论票房能否夺冠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都注定会成为2025年春节档最热议的作品之一。我们也期待肖战的精彩表现。